昭元皇后身患气疾，生命垂危，圣上有旨，若有能治好昭元皇后者，封侯赏万金。封侯赏万金，这可是泼天的富贵啊！这皇榜可不是那么好接的，这要是治不好，惹恼了皇上，那可是要诛九族的。气急，那不就是哮喘吗？上一世我出了车祸，醒来就发现穿越到了禹朝，一个治不好哮喘的朝代。不过前世我可没少跟着老中医爷爷学习中医知识，区区哮喘，手到擒来。就是我这原主，怎么是个人人唾弃的纨绔子弟啊？看来我得重塑下这个人设了。这皇榜，小爷接了。这不是定国公的孙子，那个有名的纨绔子弟李景安吗？他什么都不会也敢接下皇榜，实在是胆大包天。都是一群废物，这么久了，皇后不仅没有好，还一日比一日差，朕要你们有何用？陛下，有人接了皇榜。哦，是何地有名的郎中？是谁？赶紧说，还怕朕吃了你不成？是定国公的孙子。定国公的孙子，那不是个纨绔吗？每天不是打架斗殴就是遛幼鸡，果然是纨绔，皇榜都敢接。把那个混账给我带进来！平常在长乐街头纨绔也就罢了，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如今敢胡闹到这种份上，就算他是定国公的孙子，朕今天也绝不饶了他。这就是皇帝吧？我还是第一次见呢。世子，见到皇上快行礼啊！臣参见皇上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朕听说你接了皇榜，你可知这意味着什么？如果你只是觉得好玩，朕可以告诉你，就算你祖父来了，今天朕也要打断你的腿。臣确实能救皇后。能不能让臣起来再讲话？行，平身吧。但你要是敢骗朕，别说打断腿，朕还要扒你的皮。嘿嘿，不敢不敢，您可是千古一帝，皇后也是千古一后。微臣就算再混账，也不敢拿这个事儿开玩笑。你说你有办法治好皇后，你可知皇后是什么病症？微臣也听闻过皇后的病症，是气急。哦，你知道气急这个病症？知道，皇上。所谓气急，又称哮喘，病症发作时，喉中哮鸣有声，呼吸气促困难，喘息不能平卧，张口抬肩，鼻翼扇动。病情严重时，可出现面唇青紫、肢冷汗出、脉微欲绝等危象。那你可有方法医治？皇上，气急也分多种，如外寒内隐症、肺热壅盛症、痰湿阻肺症、风寒束肺症、痰热郁肺症以及风邪犯肺症。微臣要先了解皇后是哪一种症状，才好对症下药啊。他说的定账，居然和皇后的病账都对上了。他不是一个纨绔吗？怎么会知道这些的？快！那你先去看看皇后的病账，都给朕滚开！一群废物，还不如一个纨绔子弟。不是，怎么我给人治病还要被骂纨绔啊？果然，人心中的成见是座大山。老爷，不好了！世子他接了给皇后治病的皇榜，被带到宫里去了。什么？这个混账！平时纨绔点，打架斗殴闹事就算了，如今连皇榜都敢接，那可是昭元皇后。他不知道这会给国公府带来多大的灾难吗？看看你们生的好儿子！如今谁都知道，昭元皇后危在旦夕，民间的神医都不敢接皇榜，生怕自己会把皇后的病症加重。这个混账怎么敢接榜的？他是要把咱们国公府推入深渊吗？父亲，孩儿不孝，生了个逆子。但那是我唯一的儿子，您的亲孙子，能不能想想办法救救他？公公，救景安吧，那是我唯一的儿子呀！莫哭了，哭有什么用？事已至此，等着宫里来消息吧。只希望这混账别胡来。已经按照你说的给皇后用过药了，怎么还没醒？启禀皇上，皇后娘娘常年因哮喘折磨，夜里总是咳嗽，难得好好休息一次，恐怕要到明天早上才能醒来。真的？真的，臣有信心，3个月就能让皇后娘娘痊愈。好，那朕就信你一回。不过景安，你一个出了名的小纨绔，怎么会医术的？纨绔这个梗是过不去了吗？我也不能说自己是穿越的。陛下，臣是在一本古籍上看到的，竟能治好所有人都治不好的气急。那本书在哪儿？怎么还追着问？臣也是小时候看到的，至于那本书现在在哪里，臣也找不到了。那真的是太可惜了，如此天书竟然失传了。陛下，时间不早了，臣可以回去了吗？
别问了，再问下去我真编不出来了。行，德顺，送李公子回府。是陛下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！哪个不长眼的想谋害本公子，反了天了！公主，您没事吧？公主，大胆狂徒，冲撞了本公主，还强词夺理！喂，是你撞的我，你怎么还倒打一耙？大胆，竟敢顶撞公主！来人，给我拿下！不，这两位小主怎么吵起来了？公主息怒！不是吧？这么不讲道理吗？等等，我是定国公的孙子李景安，我看你们谁敢动我！对呀，公主，这位是定国公府的李世子。就算你是这定国公的孙子又如何？皇宫可不是由你随意进出的。更何况现在都酉时了，宫门已经落锁，你这个点还留在宫里，是何居心？谁说我随意军出皇宫了？我是来给昭元皇后治病的好吗？你一个京城有名的纨绔子弟，也会给人治病？说出去也不怕人笑掉大牙。公主，李世子真的是来给皇后娘娘治病的。公公，你没和我说笑吧？是真的，公主，老奴怎敢欺骗公主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不知道你是来救我母后的，刚刚冲撞了你，是我不对，我向你道歉。抱歉。什么鬼？难道不是来救你母后的？你撞了我就心安理得吗？算了，我先回家了，告辞。逆子，竟敢乱揭皇榜，给我滚过来跪下！来人，去将我马鞭取过来！今天不抽死你个混账玩意儿，我跟你姓！可你本来就跟我姓啊，爹。逆子，拿命来！老爷冷静啊！你们这是在做什么？德顺，这可是陛下身边的太监总管，他怎么来了？难道陛下是让德顺公公带着圣旨来处罚整个定国公府吗？德顺公公，您怎么来了？今日景安揭皇榜胡闹，是我们教子无方，天恩浩荡，陛下没有责罚，臣内心惭愧啊。是啊，我们教子无方，愧对圣上。哟，李大人这话说的，令公子今日表现可不是胡闹。喝了令公子熬的汤药后，皇后娘娘病情好转了。陛下龙颜大悦，可是一直夸奖定国公府教子有方。什么？喝了李景安的汤药，皇后娘娘病情好转了？他敢给皇后娘娘熬药，而且皇上还让皇后娘娘喝了，病情还好转了。公公，此话当真？李大人，这种事咱家怎么敢开国公府的玩笑？千真万确。等明天皇后娘娘醒了，陛下会下圣旨来国公府赏赐。等明儿个不就知道了吗？好了，李公子我也给你们送回来了，咱家还得回宫去复命呢。看着我干嘛？没听到德顺公公说了吗？我今天救了皇后娘娘的命，就等着明天圣旨下来给我封侯赏万金吧。这臭小子没给我丢脸，只是他的医术是从哪里学来的？那臭小子说是在什么古籍上看到的，我是他老子，他什么品性我能不知道？就他还会看书，猪都能上天。哎，不要这么比低景安，这小子我也是从小看着长大的，虽然说胡闹了一点儿，但脑瓜子还是挺好使的，贼得很。从小跟别人打架就没吃过亏。哎呦，李公子您来了，皇后娘娘1个时辰前就醒了，这会儿正在跟陛下聊天，老奴带您过去。没想到我们几个老家伙都束手无策的气病，居然被他治好了，真是人不可貌相啊！吾皇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臣参见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！平身吧，景安，来，快看看皇后现在怎么样？就是你救了我，定国公的孙子李景安。回皇后娘娘的话，是。你看起来也不大，还没有20岁吧？回皇后娘娘的话，景安今年17岁。哦，17岁，真是年少有为。我跟陛下商量过了，倘若你真的治好了本宫，本宫想将晋阳公主许配给你。公主许配给我？那怎么行？要知道这可是古代，男人可以3妻4妾，但是公主只能娶1个。每次行周公礼的时候还要先请示，这不完犊子吗？这不，
皇后为何恩将仇报？混账！你说什么？什么叫恩将仇报？你知道多少人想娶朕的女儿都娶不到？怎么，把公主许配给你，你觉得配不上你？不是，陛下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说清楚，说不清楚，朕今天赏你50大板。臣并非嫌弃公主，只是定国公府本就人丁稀薄，臣想为国公府多生几脉，娶了公主，便不能再娶了。你这个倒确实。定国公一身征战，却只有2儿2孙，本宫也不为难你。多谢皇后谅解。臣叩谢天恩。好险，差点就上了贼船。陛下，我再给皇后娘娘诊一下脉吧。好。回陛下，皇后娘娘的情况比昨日要好上一些，但还是要坚持用药。能否把太医叫进来，我教一下他们如何用药。门外的那几个进来。你们都听好了，我现在要讲的是治疗气滞的药方。气急一共有6大症状，皇后的病症是其中的2种。首先是痰热郁肺症，气急患者长期下来会有痰黄粘稠、烦躁口啃的症状。你们开的那些药材，熏贝、枇杷叶、雪莲都不对症，这些药材根本没有用。治疗需要桑白匹4000，半夏2000。终于教完那些太医，可以回家了。快让开！何人如此大胆，闹市上敢这样骑马车，完全不顾百姓死活，都不想活了，滚开！既然你不管百姓死活，那小爷今天就让你也不好过。救救我！我是赵无忌的儿子，谁要是能救我，我给他100两银子，不，500两。赵无晃的儿子，那不就是赵国公，当今皇后的亲哥哥？活该！谁叫你不把底层百姓的命当命的？少爷，您回来了。这个世道，人的命可以不值钱到不如街边的一条狗。富贵子弟想杀就杀，不需要承受任何负担。不能光看着，我得做点什么了。调万人冢，兵罢淮边客路通，乱鸦来去，造寒空。可怜白骨，暂孤冢。禁卫将军，密帐弓。你把这诗拿去传播，越多人知道越好，不要说是我写的。好的，少爷。战争平息，淮河边上客路再次畅通，乌鸦国噪，飞来飞去，对着寒冷的天空哀鸣。可怜将士白骨，聚结成千行陈骨粉，只是当年将军寻求立功的牺牲品罢了。皇上有旨，定国公之孙李景安不负圣命，救治昭元皇后有功，今日起封为清河县侯，赏万金，10亿1000户，钦此。清河县侯那可是从3品，10亿1000户。要知道国公才从1品10亿3000户，一夜之间就从一个纨绔子弟到县侯了。老天有眼啊！其他国公的孙子都是纨绔，没想到我家里出了个麒麟子，一门一公一侯，这得羡慕死多少人啊！定国公该接旨了。谢主隆恩。景安，你现在是县侯了，比你爹的官职还大，你爹还只是个县令。也不必这么嘲讽我爹。景安，娘以你为荣。娘，孩儿之前让你失望了，将来不会了。爹，之前是我不懂事，老是惹你操心，孩儿明悟了。谢谢您这么多年的栽培。此时此刻，我将发表我的获奖感言，感谢 CCT， 哦不，应该是感谢皇帝皇后，感谢一路走来一直支持我的父亲母亲。可怜白骨窜孤冢，
晋为将军密战功。将军为了战功，牺牲一堆人。好，这么米黑朝廷的诗，还在民间传播这么广，你们是干什么吃的？要是查不出这首诗谁写的，就都别干了。陛下，臣知道这首诗是何人所作。哦，爱卿知道是何人所作，速讲来，朕定严惩不贷。臣弹劾定国公之孙李景安所作《调万人冢》。定国公不是武将之首吗？他亲孙子怎么还写诗诋毁武将？不讲，不要得罪那群武将。放肆！李景安是定国公之孙，昨日又被陛下亲封为清河县侯。你一个老杂毛，在朝堂上随意指认县侯，居心叵测。就是，昨天你小儿子在街市上纵马伤人，人家李景安只是路见不平拦了一下，今天你就气势汹汹来朝堂发难，谁不知道你的目的啊？你们我什么你我的，别在这儿婆婆妈妈的，俺老臣看着就不舒服。好了，这件事还是让下面去调查吧，都不要争了。怎么，今日朝堂上有什么事让陛下很不开心？别提了，今日朝堂上一片糟，那个李景安写了一首诗，简直把半个朝廷都得罪了。就凭一首诗，臣妾倒是很好奇，他写了什么？兵罢淮边客路通，乱鸦来去扫寒空。可怜白骨攒孤冢，晋为将军密进宫。你看看他写的这首诗，这不在贬低武将和那些权贵吗？之前只是听说这些纨绔子弟平日里怎么混账，没想到这李景安倒是一枝独秀，不仅会医术，治好了臣妾，这文采也不错。皇后，你就别夸他了，现在朕正头疼着，该怎么平息武将们与那些权贵的不满。陛下，其实这事儿也不难解决，解铃还须系铃人。那李景安既然有几分才华，能写出这种诗，倒不如让他再写一首诗，夸赞武将的功绩，你看如何？好主意。李老兄，等等俺老臣。李老兄，你平日里怎么教导景安这孩子的？哪个将军上位不是靠着手底下的兄弟拿命堆起来的？他怎么写出这种诗来骂我们呢？是啊，我昨天还羡慕你有这么一个麒麟孙子，治好了皇后，还封了侯。可那首诗传出来，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！两位老弟莫急，等我现在回府，亲自问一下那个混账到底怎么想的。这个混账，昨天刚夸他那两句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了，真的是什么话都敢说，这是能说的吗？等老夫回去，定要抽死他！天气逐渐闷热，要是能有冰块降温就好。冰块，消食好像可以治冰，而且也不难，我可以自己做啊。老爷，黑着个脸，谁又惹他了？等等，不对，冲我来的！娘，亲娘，救命！你相公疯了，要杀了你宝贵儿子！翠儿，我好像听到景安在喊救命。我好像也听到了，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我们去看看。逆子，混账！你是想把国公府拖入深渊吗？我没有，爹，你听我解释。休要再言，拿命来！娘，快来救我！老爷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好好的，为什么对景安大打出手？他犯什么错了？这要问问你的好儿子，他干了什么好事？我干什么了？你不分青红皂白就打我！我问你，你昨天是不是写了一首诗？对啊，怎么了？你可知道，今日朝堂上所有人都戳着定国公府的脊梁骨骂，说我们教子无方，就连平日里与国公府亲近的那些武将叔伯都寒了心。诗？什么诗？让这个逆子给你说。兵罢淮边客路通，乱鸦来去燥寒空。可怜白骨攒孤冢，晋为将军密张弓。我没有说错啊，一将功成万骨枯。我们的富贵是多少将士拿命换来的。你说你写什么不好，偏偏写这种诗？我气不过，昨天赵无茂的儿子在街市肆意纵马伤人，完全不顾普通百姓死活，我看不惯，就写下了这首诗。如果爹娘觉得孩儿有错，要打要罚，悉听尊便。
平日里纨绔混账的儿子，这一次竟如此深明大义，为百姓着想。景安，你长大了，知道为国为民，你做得对。不管天塌下来，国公府替你撑着。景安当真是这么说的？对啊，心系百姓，看不惯那种欺压百姓的权贵，才写下这首诗。罢了，景安也是好心，就是我那些老伙计那边得解释才行，不然他们就误会景安了。老爷，宫里的公公带着圣上口谕来了。什么？快迎接！哎呦，李老国公不必如此兴师动众，老奴也只是奉陛下口谕来通知您一件事：明日上早朝的时候，带上李小侯爷。老臣遵旨。带上我干嘛？我不就写了一首诗吗？应该不会让我上朝，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挨几十大板吧？难道陛下要在朝堂上惩罚景安吗？老国公莫要担心，今日陛下与皇后正商议此事，说明日早朝的时候，让小侯爷再做一首夸赞武将的诗，这样一来，事情不就解决了吗？那就好，既然这混账能写一首，肯定还能写第二首。不是把我带上去打板子就行。那德顺公公，皇后那边怎么说？毕竟景安这次伤的是赵无望的儿子，那赵延初也是皇后娘娘的侄儿啊。皇后娘娘说，赵无望的儿子闹事纵马本就不对，李侯爷只是阻止其恶行，并没有错，此事就此作罢。那就好。皇后娘娘虽然不追究，但保不齐赵无望会报复景安啊。怕什么？他赵无望是文官之首，但老夫征战一生，乃武将之首。哼，只要皇后那边不计较，我定国公府还怕他报复不成？也对，左右能护住景安那小子。延初，你怎么样？我儿现在伤势如何？回赵国公的话，小世子的手臂是保住了，可腿伤……什么意思？腿伤怎么了？说清楚！说！小世子的腿骨断了4处，虽然已经接好了，但后续恢复的再好，只怕走路也不能和往常一样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儿子以后会是个跛子？赵国公，我已经尽力了，可小世子实在伤得太重了。李景安，你毁我儿的腿，我定要你付出代价！公主，吃点东西吧，你已经1天都没吃东西了，这样下去身体会扛不住的。吃不下。母后今天清晨跟我说，她和父皇想把我许配给李景安，结果那纨绔居然还拒婚。什么？竟敢拒绝我们公主，他好大的狗胆！这个登徒子，混账！本公主都没答应嫁给他，他倒好，还拒婚，这让别人怎么看我？他以为他治好我母后，哼，他就很了不起吗？就是，狂妄自大，一点也不像君子。景安，你也是清河县侯了，今天是你第1次上朝，记住，朝堂上不得随意喧哗，不能打瞌睡，有什么问题先起奏。不就是上个早朝吗？至于吗？古代上早朝真是遭罪，天不亮就得往宫里赶，还不如当纨绔呢。每天醒了吃，吃了睡。皇上驾到！吾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爱卿平身，谢陛下。有本启奏，无事退朝。陛下，臣有本所参。哦，高爱卿有何事所奏？臣要参定国公之孙李景安。从古至今打仗都是要死人的，他李景安却写诗，说士兵们的白骨只是将军寻求立功的牺牲品。此等大逆不道的言论，让那些在战场上保家卫国的士兵们心寒。
让朝堂上这些武将们心寒啊！是啊，可怜那些为国捐躯的将士们啊！尚书大人说的对，我要是武将，我也心寒。这高青莲不只是尚书，还是太子的老师，而太子的舅舅又是赵无望，他们今天搞这么一出，就是在故意针对我。高爱卿说的有道理，朕今日让做这首诗的人也来到了朝堂，不如问问他为何诋毁武将。李景安，对于高爱卿的话，你可有什么想说的？回陛下的话，这个老东西，他纯属放屁。这个毛头小子，竟然敢辱骂尚书大人！你！大胆李景安，你竟然敢当朝辱骂尚书大人！就算你是定国公之孙，这朝堂也容不得你这般放肆。这被我骂的主人都没讲话，你在狗叫什么？好小子，不惧不畏，没给我定国公府丢人！你！我定国公之孙，清河县侯，别人在朝堂诽谤，我骂回去没什么问题吧？是啊，他是县侯，有爵位在身，可不是什么普通的纨绔子弟。李侯爷说别人诽谤你，可你做的诗该如何解释？是啊，你该如何解释？首先，我想向各位叔伯叔公们道歉，让你们误会了。我从来没有诋毁你们的功绩，只是昨天赵国公的儿子在街市上纵马伤人，不把老百姓的命放在眼里，我实在气不过，才写下这首诗，想着告诫那些权贵们，没有老百姓的牺牲，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富足生活。难得定国公的孙子能体谅百姓。至于赵无望，你儿子冲撞百姓，就让他禁足半年，在家面壁思过。那些受伤的百姓，一律由你赵国公府承担。是，陛下。只是李景安，你这次所做的诗确实令人误会。现在朝堂上的人是知道你的出迹了，可天下百姓并不知情。朕思索良久，不如这样，今日你在朝上再做一首夸赞武将的诗，一来平复武将们的怨言，二来让天下人也知道你的初衷，你看如何？作诗，这人前显圣的机会不又来了吗？不对，我好像只记得夸赞武将的词了。靠，书到用时方恨少啊！陛下，诗臣暂时没想出来，作词可以吗？诗词不分家，都一样。朕允了。我倒要看看这小子能写出什么词来。作词好啊！古往今来，形容武将征战一生、为国为民最好的一首词，莫过于辛弃疾的《破阵子》。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。这是在说，我们将士们的军营生活。800里分麾下炙，50弦翻塞外声，沙场秋点兵。这战场的肃杀感扑面而来啊！马作的卢飞快，弓如霹雳弦惊。当年陪俺老臣上阵杀敌的那匹赤血毛马，现在已经垂垂老矣呀！了却君王天下事，赢得生前身后名。可怜白发生，可怜白发生啊！想当年，我跟随父亲打了半辈子仗，父亲想把皇位传给大哥，我没想过争，可大哥却想要除掉我，我才迫不得已发动宫变啊！赢得了名声，却失去了我最好的战友啊！戎马一生，这其中的艰辛只有我自己知道啊！可怜白发生。不是吧？怎么都哭起来了？我也没丢催泪弹吧？皇后，你不知道，这李景安今日在朝堂上做了一首好词啊！哦，什么词值得陛下这般称赞？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。800里分麾下炙，50弦翻塞外声，沙场秋点兵。马作的卢飞快，弓如霹雳弦惊。了却君王天下事，赢得生前身后名。可怜白发生。没想到这李景安竟有如此大才。公主，不好了，那个纨绔做了一首词，在宫里传疯了。什么词？说是称赞武将的词。这登徒子居然如此有才华！爹娘，我回来了！好小子，你在朝堂的事我都听说了，居然能做出这等好词，不愧是我儿子。我儿终于长大了，有本事了。为娘之前就怎么没看出来我儿是文曲星下凡呢？娘，
行了行了，别在府门前上演母慈子孝，都先回府吧。老夫估计接下来定国公府的门槛儿，怕是要被踏破了。该死的李景安，这次让你躲过去了。喜欢写诗是吧？给我等着！你毁我儿的腿，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各位叔伯，你们盯着我作甚？就像是10几个壮汉老流氓看着没穿衣服的小媳妇儿，好诡异。景安啊，听说你写的那首称赞武将的词还没有词名啊？是啊，李家小子，俺也是看着你长大的。每次你来俺府里，俺老陈待你也不薄吧，好酒好茶伺候着。今日你做了这首词，怎么着也得写上俺老陈的名字。原来是为了词名而来的，倒也正常。就像李白的赠汪伦，汪伦的名字直接流芳千古了。不过词名就一个，武将这么多，不够分啊！你这臭不要脸的老东西！平日里谁家晚辈来自家，自家不都是以礼相待吗？对啊，李家小子，你小时候来我家玩，我还带你逛过灯会呢。要我说，这词就该写我的名字。好了，都别吵了，老兄弟几个并肩打仗一辈子了，因为这点事儿吵，亏你们还是凌霄阁24功臣，这要是传出去，不害臊吗？凌霄阁24功臣，那可是这个朝代最顶的武家啊！各位伯伯，就不要因为这点小事吵了。要不这样，这首词的词名就叫《赠凌霄阁24功臣》，怎么样？这个也行，俺老陈没有意见，我也没意见，没意见。好，那就叫这个名字了。那李景安害得臣弟折了双腿，太医说治好了也会成为跛子。太子，请你一定要给微臣的弟做主。宏伟，你先起来再说。那李景安一个纨绔子弟，整天不是打架斗殴就是斗鸡遛狗，不知道在哪里抄袭1-2首诗，就在朝堂上卖弄。哼，臣实在不相信那一诗一词是他所作。所以呢，半月后的长安诗会，太子可请他前往，到时臣再与他一决高下。臣要让他身败名裂，跪着向臣的胞弟磕头谢罪，还望太子成全。想干嘛？这么色眯眯的盯着本少爷，说，心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龌龊的想法？没有啊，少爷。奴婢只是觉得少爷好厉害，能做出那样的词。凌霄阁24功臣，怎么样？这个也行，俺老陈没有意见，我也没意见，没意见。好，那就叫这个名字了。那李景安害得臣弟折了双腿，太医说治好了也会成为跛子。太子，请你一定要给微臣的弟做主。宏伟，你先起来再说。那李景安一个纨绔子弟，整天不是打架斗殴就是斗鸡遛狗，不知道在哪里抄袭1-2首诗，就在朝堂上卖弄。哼，臣实在不相信那一诗一词是他所作。所以呢，半月后的长安诗会，太子可请他前往，到时臣再与他一决高下。臣要让他身败名裂，跪着向臣的胞弟磕头谢罪，还望太子成全。想干嘛？这么色眯眯的盯着本少爷，说，心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龌龊的想法？没有啊，少爷。奴婢只是觉得少爷好厉害，能做出那样的词，还能让那些身经百战的老将军、国公亲自上门拜访。我要记得没错的话，你叫秀禾是吧？之前你在府里都是躲着我走的，好像生怕我占你什么便宜一样。怎么现在又开始崇拜我了？我……好了好了，不逗你了，继续喂葡萄。没想到三堂姑的儿子竟有如此大才，能写出这等词。若有机会，我真想当面见见这位表兄。小姐，我可是听说这纨绔10几年里不学无术，整天就是打架斗殴。这首词肯定不是他写的，说不准是从哪里抄来的。抄袭？这怎么可能？这可是能让自己名垂千古的词，当今又有哪位大儒能够写出？就算能够写出，你觉得他们会舍得让给别人吗？可一个纨绔子弟，怎么可能写出这种词？我这个素未谋面的表兄可不是什么纨绔，昭元皇后的病就是他治好的。凌月，是不是还有几日就是1年1度的长安诗会？是啊，小姐，还有4日就是长安诗会。您今年还要去吗？对，我这位表兄应该也会去的吧。唉，这个时候要是有口西瓜吃该多好，可惜这个朝代没有西瓜。世子，太子来了。太子李承彦，他怎么来了？恭迎太子殿下驾到，有失远迎，还望太子殿下恕罪。哎，老将军就莫要多礼了。今日本宫来也是看望一下老将军，顺便也感谢一下老将军的孙子。前段时间他治好了母后的病，
本宫都没有过来当面感谢，这要是传出去，世人该如何看本宫呢？无事不登三宝殿，如果只是感谢我孙子救了皇后，也不至于拖到今天才来。太子纯孝，但为人臣子既然有办法治好皇后，这也是我那个不成器的孙子该做的。这就是李承彦，长得也不怎么样啊，还没有我帅。老将军，这就是您孙子李景安吗？回太子殿下，这就是我那个不成器的孙儿。怎么张口闭口就是不成器？天屠撒，这以后我的形象还能不能挽回来？这哥们儿有龙阳之好，上一世他就跟一个和尚搞在了一起，现在这么看我，该不会……臣李景安见过殿下。这人看上去谦逊有礼，不像传闻中的纨绔啊，莫非是装的？不必如此见外。说来本宫还要感谢你治好了母后的病。臣不敢，这都臣该做的，没有什么该做的。对了，本宫看了你在朝堂上做的那首词，真是绝世名作。不如你跟本宫去参加长安诗会，也为国公府争点脸面，就当是本宫报答你救了母后，如何？哦，何得想拉我去诗会出丑是吧？好，既然太子殿下开口了，那臣就陪太子一同前往这诗会，也见识一下诗会上那些才子佳人们的风采。他还真的敢去。好，那咱们现在就前往诗会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前段时间定国公的孙子做的那首词，赠凌霄阁24功臣嘛，这词都传到江南去了。太子殿下驾到！这只是文人墨客每年交流的地方，太子怎么会来？对啊，之前举行的诗会，太子可从来没有出现过，太子怎么来了？诸位平身吧。今日本宫来也是想看看大于文人墨客的风采。另外，本宫还带了一个人来，不知道诸位可听闻过《赠凌霄阁24功臣》这首词？莫非今日太子带来的人是这首词的作者本人？难不成我这位表兄真的来了？是的，没错。今日本宫将定国公之孙李景安也请来了诗会上，与大家共同唱套诗词。来，景安，与大家打个招呼。这不是让我处于众矢之的吗？不过是一词。在下李景安，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。不对，电影看多了，我刚刚说了什么？这人这么勇的吗？李侯爷未免也太狂了吧！您虽然做出一篇千古名词，但没必要如此羞辱我等。就是，大家都是饱读诗书的人，虽然写不出来那种千古名奇，但也不至于被这么羞辱吧？表兄人倒长得不错，白白净净，气质儒雅，但说话怎么那么伤人？嘴快了，事已至此，只能搬出来后世千年的诗词底蕴来打打这些人的脸了。诸位，就不要在此逞口舌之力，不如我们直接开始吧。早就听闻李侯爷往日的风采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哦，不知兄台如何称呼？在下赵宏伟，赵国公之子，嫡长子。明白了，他弟弟的腿被我废了，他寻仇来了。既然大家都到了，那诗会开始吧。今日诗会开始。前段时日，小女子听闻定公公府的李侯爷作此一首名《赠凌霄阁24功臣》，小女子心生敬佩，所以今日出题也是以战诗为题目。战诗？没上过战场的人怎么能写出战场的感觉？这不是在难为我们吗？景安兄可有思绪？是啊，景安，不如你给大家打个头阵。你的那首《赠凌霄阁24功臣》可是早已名动京城了，再做一首诗词，对于你来说应该不难吧？太子殿下，不如就让赵小伟先做吧，臣怕臣开口他就没有机会了。赵小伟，这混号取的。笑什么？既然景安如此有信心，那行，宏伟，就你先来吧。好，那就让我先来。来人，笔墨伺候。我写好了。誓扫匈奴不顾身，5000貂锦丧胡尘。可怜无定河边骨，犹是春归梦野人。好诗，不愧是有京城小诗之名的赵宏伟。这赵宏伟文采果然不凡，他去年写的那首诗也是碾压群雄，不知道表兄该如何应对。宏伟大才，景安，宏伟已经做了一首诗，该轮到你了，可切莫让本宫失望啊！本来不屑与你们争，不过你们非要看好戏，那我只好让你们看个够。笔墨伺候。
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催。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几人回。秦时明月汉时关，万里长征人未还。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。居然一连写出2首好诗，他还在写第3首。这怎么可能？我这表兄居然有如此奇才。第3首不是诗，是词。老夫聊发少年狂，左牵黄，右擎苍，锦帽貂裘千骑，卷平冈。这个开头不简单啊！为报倾城随太守，亲射虎看孙郎。酒酣胸胆上刚阳，鬓微霜又何妨？持节云中，何日欠冯唐？会挽雕弓如满月，西北望，射天狼。如何？太厉害了！好！居然真让他做出来了！拿酒来！李公子，你喝多了，要不婉清安排人送你回府？姑娘好生面熟，我仿佛在哪儿见过，好像那个明星刘什么飞啊。李公子见过我，我面纱掉了。姑娘，今日送你一首诗。李公子当真要送我诗？什么？这位居然主动送诗，那可是能千古的名诗啊！为什么不是送给我？千古文人家客梦，却是红袖偏香夜读书。素若有若无，流淌浮动，终人一醉。李公子随口便是佳句，他当真是精彩别业。为什么看到他们亲近，我的心口会空落落的？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是身体不舒服吗？没事，刚刚起风了，眼睛进沙子了。云想衣裳花想容，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小女子，名叫卢婉清。给，送你的。林月，我们走吧。好的，小姐。宏伟，你开门，跟爹说说发生了什么？诗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怎么大少回来后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？老爷，那李景安做了3首诗，把诗字比下去了。又是李景安，害了我小儿子不够，还要来招惹我大儿子。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，李景安。头好痛，这就是喝酒的后遗症吗？少爷，你醒啦，奴婢给你熬了一碗粥，养养胃。怎么感觉这妮子看我的眼神不对劲呢？就好像一个单身多年的大汉盯着一个没穿衣服的媳妇儿似的。喝完粥，整个人舒服多了。今天天气正好，可以去逛逛集市，真热闹啊！前面好像有热闹可以看，我们过去看看。借过，借过。小姑娘，只要你跟着本少爷，本少爷立马就找郎中治好你母亲的病。好可怜的小姑娘，居然被这个纨绔少爷看。小点声，那可是大理寺少卿的儿子，当心他爹把你抓去吃牢饭。少爷您行行好，如果您不愿意施舍钱财，就不要打扰我乞讨了。本少爷看得上你是你福气，让娘死了吧，娘不想拖累百年了。娘，希儿不怕苦，希是会治好你的。把他给我带走。救命！谁能救救我？娘！哎，人家不愿意，你也不能强行把人带走吧？给本少爷滚开！不想活了是吗？都说了惹不起，快别管了。住手！你是谁？也敢管本少爷的闲事？你敢打我？少爷，你没事吧？少爷，给我打，打死算我的。打得好！去，把他们下半身废了。这是谁家的公子？好生猛！希望这公子不要被报复啊！等等，本少爷可是大理寺少卿戴维的儿子戴恒。大理寺少卿比定国公大吗？不要，我错了。你要是废了我，我爹会跟你不死不休的。谢谢大恩人，谢谢大恩人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小女子姓沈，叫木西，感谢大恩人今日相救。沈木西，好名字。但听你的文不像是普通人家能取出来的。是小女子本也是官宦家庭，奈何父亲因病去世，母亲也生了重病，无奈变卖家中财产，想带母亲来京城治病，谁知刚进城，身上的钱财就被偷了。这样啊，本公子身边还缺一个侍女，你若是愿意，可以来定国公府。至于你娘的病，本公子也会尽全力医治。可是我现在去定国公府。希儿，你就跟着这个公子去定国公府吧，娘不用你牵挂。你们可以跟我一同回府，我先请郎中治好你娘的病，你呢，暂时也不用伺候我，就好好照顾你娘亲。等你娘亲好了，你再决定要不要继续留在定国公府，如何？多谢少爷救命之恩，我不喜欢下人跪拜，
从今日起，你就是我身边贴身侍女，负责照顾我的生活起居。老爷，您回来了。景安今日可安分？做了什么？少爷今日带着几个家丁去西市买了一马车的东西回来，还带回来了一对母女。带回来一对母女？对，听跟少爷出去的家丁说，这女儿在街上乞讨，想为母治病，但被一个纨绔子弟欺压，少爷从那个纨绔子弟手里把他们救了下来。怕是没这么简单吧？如实说来。那个纨绔是大理寺少卿的儿子，少爷把他废了。什么？把他下半身废了。这个小王八犊子，又给老夫惹祸，就不能安生几天吗？老爷，老奴觉得少爷做的没错，欺人者人恒欺之，是那纨绔强抢民女在先，就算这事闹到皇上那边去，少爷是占理的。况且少爷最近也为国公府长了不少脸啊。你去准备2个铜盆，1大1小。你去把我买的硝石拿来。你去给我打几桶水来。是，少爷。少爷这是在做什么？看不出来啊。少爷，这是做什么啊？少爷这是施法，能让这水变成冰。这么热的天，水能变成冰？我不相信。你信吗？我不信，我也不信。待会儿你们就能见识到本少爷的厉害了。冰，结冰了，真的结冰了。少爷好厉害！少爷，发生了什么事？你们在这里大喊大叫的。夫人，少爷好厉害，少爷把水变成冰了。你们一个个的怎么都跟着少爷胡闹？这么热的天，水怎么能变成冰？主母，是真的，您快来看。景安，这是真的冰。是啊，娘，儿子不才，除了做2首诗之外，也就会这化水成冰之术。冰，这可是千金难买的好东西啊！如果能卖，那就发了。这是怎么了？怎么都围在这儿？老爷，少爷把水变成冰了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居然是真的冰！现在天气越来越热，关中还好，可关外那些将士们更难熬。如果这治冰之术给那些将士们送去，爷爷，这治冰之法，我想献给陛下。好，好，好，不愧是我的孙子，为国为民。等等，景安，我们为什么不自己制冰去卖？这样定国公府8辈子都不用愁了。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如果这治冰术由我定国公府一家掌握，确实能带来不少财富，甚至再富几代人都不成问题。可那些门阀世家会看着我定国公府独占吗？也是，爷爷说的对，所以孙儿想将治冰术献给陛下，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，让将士免受酷夏之苦，也能为我定国公府博一个好名声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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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景安，爷爷今日对你刮目相看啊！才今日，前几日孙子做的诗词可没少给爷爷争脸练吧？诗词能给百姓将士带来好日子吗？倒不如这治冰术来得实在。好了，明天跟随老夫上朝。什么？这化水成冰之术说出去，谁相信啊？你亲自演示给陛下看吧。我不想上朝啊，那都不是早八了，那是早4。爷爷，其实这是假的，孙子压根不会治冰术，要不就算了吧。你确定？我上朝，我上朝。可恶的老登，一言不合就想拿腰带抽我，我忍。少爷，该起床了，今日你还得上早朝呢。该死的早朝。对了，过些时日你就可以回到夫人身边了。少爷，我已经找好侍女了，这丫头还是原主从母亲那边要过来的人，正好物归原主了。怎么还感动哭了？虽然主总是占她便宜，但是我穿过来的这几个月可一点便宜都没占，天地良心啊！好了好了，知道你感动，马上就不用伺候我了，不用每天担惊受怕了，但不必如此吧？我不要面子的嘛。不是，秀禾想待在少爷身边伺候，秀禾以为少爷不要我了。做人要讲良心啊！这几个月以来，你每次都躲着我，生怕我吃了你。我现在放你走，
你这是演哪出啊？跟我在这玩欲擒故纵呢？少爷以前老是欺负我，可是秀禾感觉少爷最近变化很大，也不欺负我了，还会作诗，还会治病，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秀禾喜欢现在的少爷，秀禾想留在少爷身边。那感觉也没错，还真是变了一个人。那行，那你也留在少爷身边吧。上朝，吾皇万岁，万万岁！众爱卿平身吧。谢陛下。有本启奏，无本退朝。臣有本参奏。哦，爱卿有何事所奏？昨日西域使者找到老臣，说匈奴背信弃义，联合突厥攻打西域，封闭共道，还禁止邻国商人和使者来通报信。他们已经攻下西域5座城池，请陛下定夺。这匈奴当年可是烧过皇旨，发过誓，要以天可汗马首是瞻的。对啊，现在他不仅背信弃义，居然还联合突厥攻打西域。西域可是和匈奴一起对咱们大禹俯首称臣的，他这是要谋反吗？米饭，香喷喷的白米饭。西域使者何在？就在殿外，老臣将其带来了。将其带进来。天可汗陛下，为臣做主啊！行了行了，事情朕已经了解，只是天气越来越炎热，等秋后朕将出兵荡平突厥。天可汗陛下，突厥与匈奴在臣来大禹之前就已经攻下5座城池了，刻不容缓啊！等到秋后，只怕西域被灭国了。求天可汗陛下立即出兵，为西域百万百姓做主啊！天可汗陛下，倒不是朕不愿出兵，只是塞外苦寒之地，夏日又苦热难耐，如果当下出兵，大禹将损失严重啊！启奏陛下，臣有本参奏。老将军有何事所奏？臣的孙子昨日研究出一个新玩意儿，或许可解陛下燃眉之急。研究什么？作诗写词吗？这让突厥退兵吗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定国公还在开这种玩笑？只鸡，香喷喷的大鸡腿。老将军，景安在诗会上的表现，朕早知道了。可如今不是讨论这个的时候。陛下稍安勿躁，臣的孙子可在炎炎夏日化水成冰。夏日可化水成冰？这说的是什么胡话？老将军可知自己在说什么？朕钦佩令孙是有几分本事，治好了皇后也能作诗写词，但这等话可不能胡说。化水成冰，那是神话仙术才有的，臣不敢胡言乱语。是否可以化水成冰？臣可以让自己那不争气的孙子当面一试。那行，李景安何在？朕倒要看看怎么个化水成冰。臣今日将那不争气的孙子带来了。哦，在哪儿？这臭小子，他这个年纪是怎么能睡得着的？李景安，到！你小子长点心吧。点心？什么点心？怎么都看着我？孽畜，还不过来！景安，朕听李老将军说，你可以化水成冰。是啊，陛下，今日臣跟随爷爷上朝，就是想把这化水成冰之术献给陛下。哦，这世上真的有化水成冰之术？这不是仙法吗？禀告陛下，所谓化水成冰之术，不是什么仙法，这只是物理反应。什么是物理反应？这说的什么东西？没听说过。所谓物理，万事万物皆有它的规律，而臣只是找到了它的规律。什么规律？什么物理？所以，景安，你真的可以化水成冰？化水成冰只是洒洒水了。若臣愿意，莫说化水成冰，就算是移山填海也不在话下。这只是普通的制冰术。等哪天小爷我把火药造出来，别说移山填海了，造反称帝都可以。好大的口气！这大白天的说什么梦话呢？不如你给大家演示一下如何化水成冰。好啊，你去把我放宫殿门口的硝石和铜盆搬过来。用这些东西就能化水成冰？这不啥也没发生吗？李景安，你莫不是在耍朕？陛下莫急，仔细看着铜盆。真的结冰了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怎么一点都感觉不到疼？因为你掐的是我，你个老混账！
一群沉不住气的老家伙。哎呀呀，都被小油给帅到了吧？真的是兵！李绩听令，匈奴背信弃义，联合突厥攻打大虞附属国西域，点兵5万，不日攻打突厥、匈奴。臣领命。谢谢天可汗陛下。皇后，你看，这就是我用李靖安的法子做出来的兵。陛下，这真的是兵？对呀，这李景安真是有鬼神不测之术。朕也摸不透他了。他还说只要他想，莫说化水成冰，移山填海他都可以。难道此子真的是谪仙人，是来庇佑我大禹的吗？皇后越说越玄乎了。不过有了这兵，将士和百姓们就再也不用受夏日苦热之苦。那匈奴背信弃义，朕发兵也不用再顾虑了。什么？你说这兵是李景安的功劳？秀月，这兵居然是李景安在朝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造出来的。什么？这纨绔还有这等本事？听刚刚那小太监说，这次能出兵匈奴，也是因为李景安能化水成冰的功劳。你说这李景安能作诗写词，还会仙法，倒挺有意思。公主，你可别对他有什么想法。这个纨绔看着就不像好人，他居然还敢拒婚，说什么打死也不娶公主，还想着什么3妻4妾。不行，本公主越想越气。等哪天本公主要亲自找他对峙，本公主要长相有长相，身材也可以，哪里差了？完了，公主这样子分明是看上那纨绔了。小姐，你都好几天没怎么吃东西了，早上的粥你才只喝了一半，如今快正午了，你就吃点东西吧。你看你这几天都瘦了一大圈了。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。难道在表兄心里，那卢婉清真的就是仙子吗？好奇怪，明明我与表兄没什么交集，可看着他与别的姑娘畅谈诗词，我心里不知道怎么的，像扎了根刺般难受。大家都说得李靖安赠诗者可名垂千古，这首诗已经让我名动整个京城了。可是我更在意的却是，这首诗描绘的是我，是他写给我的。也不知道我父亲礼部尚书的官职能不能配得上他定国公府的家世。承蒙公子赠诗，婉清敏感于心，愿与君再论诗词。少爷，奴婢母亲病情已经好转了，奴婢可以过来伺候少爷了。不必如此着急，来日方长，等你娘彻底痊愈，再来也不迟。就是他要来跟我抢少爷。是啊，来日方长。多谢少爷救母之恩，收留之恩，奴婢将誓死跟随少爷，伺候少爷。你快起来吧，少爷不喜欢这些繁文缛节，更不喜欢跪拜。少爷说，人生在世，跪天、跪地、跪君、跪父母长辈，其他的都不值得跪。秀禾说的没错，从今以后你不用跪拜我，我救你母亲在先，你母亲病好伺候我在后，这只是交易关系。你好歹也是富贵人家出身，书读的应该不少，应该明白这些。我从小到大读的也是圣贤书，也知道一些大道理，但如今这个世道，权贵门阀世家，谁跟你讲道理？哪怕是我家，也从来没跟下人讲什么平等的道理。少爷跟别的世家子弟很不一样。大禹虽然强盛，但缺战马。李绩打仗带走2万匹战马，这战马不够用的问题，一下子就暴露出来了。什么事让陛下如此烦恼？皇后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身体还很虚弱，不宜多走动。谢陛下关心。太医说臣妾的病已经好转多了，李靖安之前也说应多走动，才能好得更快。李景安，这臭小子说不定有什么办法。他不是说只要他想，移山填海都可以吗？朕倒要看看他能不能解决。皇后，如今大禹缺马匹，你说那李景安会不会有什么办法？陛下，李景安虽然有一些才华，但毕竟还是个10几岁的孩子。马匹的事，就连朝堂中那些几10岁的老臣都没有办法发，陛下又何苦为难他呢？他不是说只要他想，移山填海都可以吗？话是他李景安说的，他就是变也要给朕变出马匹来。不妨可以让他试试，但如果他真的没有办法，也希望陛下莫要怪罪，毕竟只是一个10几岁的孩子。虽然说了一些大话，
但他救了臣妾的命，还把制冰术献给了陛下。皇后放心，朕只是想让他试试。他要是实在是没有办法，朕还能砍了他不成？那让天下人怎么看朕？陛下圣明。德顺，去定国公府把李景安带来。是陛下。哎呦，我的小祖宗，赶紧去前厅吧！宫里的德顺总管来了，说陛下召见你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又找我？难道皇后的病情严重了？不应该啊！可有说什么事儿？老奴也不知道啊。德顺总管也没说。老爷和夫人都在前厅了，您赶紧过去吧，别让人等不耐烦了，少爷。这皇帝老登又是来哪一出？见过德顺公公，见过祖父。陛下召见你，你跟随德顺公公去吧。定国公真的是好福气呀，有这样一个麒麟孙儿。公公说笑了，就是一个不争气的纨绔而已。就是一个不争气的纨绔而已。德顺公公，不知道陛下召见我是何事，可否透露一下？这哪家也不敢说啊，陛下特意吩咐过了，不让透露什么，实在是对不住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随公公一同前往皇宫吧。陛下，李景安带来了，就在殿外。叫他进来。臣叩见陛下，叩见皇后娘娘。陛下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，千千岁！平身吧。景安不必多礼了，快起来吧。谢陛下，谢皇后娘娘，还不必多礼。这套繁文缛节，还不是你们皇家搞出来的？景安，你可知今日朕召见你所为何事？真当小爷我是神仙啊，能掐会算。我哪知道你吃饱了撑的召见我。不过皇后娘娘身体看着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难道是昨天把制冰术献出去，今天来赏赐我的？景安啊，你猜到了没有呀？这老登笑这么不怀好意，莫不是想要潜规则我？臣是正经人，陛下不要吓臣。朕今日召见你，是有一事需要你帮忙。不知道陛下找臣要帮什么忙？好了，陛下，你就不要吓他了，没看见他都快哭了吗？景安，陛下找你是因为马匹的事。马匹的事？找我？大余缺少战马，前几日李继老将军出兵匈奴，带走了2万余匹马。如今点木死呈上来的奏折说，大余军营战马不足。陛下，你太看得起臣了，这战马短缺，臣也不可能凭空变出来吧？朕可不管这些。你前几日在朝堂上可是大放厥词，说什么只要你想，移山填海都可以。怎么，今日朕只是找你要几匹战马，你又说不行了？陛下，臣前几日是吹牛的，当不得朕。如果没什么其他的事儿，臣先回去了，臣告退了。关门！御林军何在？陛下，能先跟我说说为什么缺少战马吗？臣真的不是什么神仙，无法给您变出来，但臣可以给您想办法。大余马匹产量本就不多，连年征战又损耗了大量战马。这些战马都是战死的吗？不应该吧？不是，战马用几年就得更换，它的使用年限很短。战马的使用年限，那跟马蹄磨损有关。人不穿鞋走路脚会受伤，同理，马不穿鞋走路蹄子会有磨损。为何不给马打造一双鞋呢？景安，那你可有解决缺马的办法？陛下，臣无能。朕也知道凭空变出马匹来是天方夜谭，既然如此，朕不为难你，你退下吧。陛下，臣虽然无法凭空变出马匹，但臣有一个方法，能让大于现在的马匹使用年限至少翻1倍。你方才说什么？能让马匹使用年限翻1倍？此话当真？臣不敢胡说，此话当真。那是什么方法？快快道来！还请陛下给臣2日时间，2日之后，陛下就知道了。好，朕就等你2日。你真的有办法能让马匹使用年限翻1倍？真的，只需要打造一个工具，至少能让马匹使用时间翻1倍。什么工具？马蹄铁。还请爷爷帮我寻个铁匠。去，把这个图纸给赵家庄上的孙老头，让他打出来送府上。是。少爷，赵家庄派人送来了一副器械，这么快就打好了？快拿过来看看。不错不错，我这就去给皇帝送去。陛下，李侯爷来了。让他进来吧。臣拜见陛下，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平身吧。不知景安今日前来所为何事啊？这2日期限可是快到了。这老登真是用人朝前，不用人朝后，连正眼都没看我，太过分了。陛下，臣今日来就是交差的。
哦，如何交差？请看此物。这是何物？陛下，这是马蹄铁。马蹄铁？难道在马蹄上加一块铁？是的，陛下，就相当于给马穿上一双鞋。起驾，去御马场，朕要看看这马蹄铁的作用如何。将这马蹄铁用铁钉钉在马掌上。对了，要根据马蹄的大小，按在适合马蹄铁大小的马蹄上。好。陛下，钉好了，你去骑着这匹马跑几圈。是。一切正常。启禀陛下，马匹的行动不受影响。景安，你可算帮了朕的大忙。古往今来那么多圣贤，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？妙啊！这些都是陛下的功劳，臣只是做了陛下想做的事儿。相信陛下早就想到这犯法，只是陛下日理万机，没时间琢磨这些小玩意儿。景安，你就莫拍朕的马屁了。古往今来，也就你这个脑子能想到这一点。朕真的很想把你这脑瓜子劈开，看看里面还有多少好东西。陛下，臣脑瓜子没有东西了。景安啊，我要给你摆个庆功宴，你到时候一定要来啊！唉，又是治兵，又是马蹄铁，现代智慧让这个朝代更进步啊！不对，对面那辆马车好像要跟我们撞上了，怎么我掉头，对面也跟着我一起掉头？不好，是冲咱们来的！保护少爷！这是发车祸了！他们在说什么？我是定国公孙子李景安。如何？回定国公，李侯爷只是脑袋受到一些冲击，身体其他地方无碍，休养几日就好。好好的怎么去一趟宫就这样了？公爷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，这事有些不同寻常。这不可能是意外。那个救回来的苏从说了，那一辆马车就是冲着他们来的。这事儿我一定会彻查到底。废物，这点小事都办不好！大人息怒，要不是那几个该死的下人护住，那李景安早就死了。这都能让李景安活着，这小子真的是命硬得很。算了，后续都处理干净了吗？大人放心，那人是死士，都已经处理干净了。哼，躲得了初一，躲不了15，老夫迟早要他的命。听说你最近又纳了个16岁的小妾，我没记错的话，你今年已经60有5了吧？大人，我唯一的儿子已经被废了，如果戴家的香火断在我手里，我死后无颜面去见戴家的列祖列宗啊！你自己看着处理，别影响我们的计划。当然不会，李景安废了我儿子，此仇不共戴天。我最近好像就得罪了赵无望和戴维。应该是他们俩要刺杀我。景安兄没事吧？你们怎么来了？我没事，只是可怜几个下人。景安可知道是谁想暗算你？咱们哥几个找他去，非把他弄死不可。师兄莫急，这事儿还真不好办。我怀疑是赵无望或者大理寺少卿干的。我现在就去赵国公府，非把这老咱们打死不可。等等，师兄不要冲动。此事还得从长计议。我听说赵宏伟自从诗会白给我后，就天天去醉仙楼喝酒买醉。我们不如去醉仙楼打探一下。景安兄，你说的打探消息是在这醉仙楼里打探？景安，你是不是在蒙我们呢？景安兄，你说的打探消息是在这醉仙楼里打探？景安，你是不是在蒙我们呢？非也非也，电视剧里都是这么演的。各方势力在青楼传递消息。要打探消息，这里最好不过了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，我是听说赵宏伟。哎呦，是秦公子、池公子。我是李景安。上一世我出了车祸，醒来就发现穿越到了这个纨绔子弟的身上。既然穿越了，那我一定要好好的装一次逼。现在这里的人都叫我诗仙。听说古代的男人都喜欢去青楼，我来看看怎么个事儿。李公子，看看可有心仪的姑娘？换一批。不行啊！公子可是看不上这里的姑娘。哼，他们脸上那个粉，跟不要钱似的。没关系，咱们醉仙楼除了这些姑娘外，可还有12金花，
他们每一个搁在别的小青楼那都是花魁般的存在。公子等着，老身这就喊来。公子，这是我们醉仙楼有名的2位姑娘，夏荷、秋月，你看由她们来陪你如何？见过公子。行吧，就让他们俩陪我吧。公子满意就行。公子有烦心事？哦，你能看出来我有烦心事吗？来这里消遣的都是寻欢作乐的人，而公子自从进来以后，就自己一个人喝着酒，小女子在身边伺候，公子看都不看一下。莫非是小女长得不好看？不是姑娘长得不好看，只是今天晚上本公子还有事要做。公子想做什么？可否与小女子说？不方便透露。好吧，不知道公子可曾去过前段时间长安的诗会？哦，倒是听说过。怎么，姑娘也去过？小女子哪里有身份去，也只是一些来这里消遣的人说的。说那诗会上有一位公子特别厉害，碾压群雄，就连赵宏伟都败给了他。姑娘认识赵宏伟？赵宏伟谁不认识啊？那可是赵国公的儿子，人称小诗仙，可惜败给了真正的诗仙。是啊，那位简直是诗仙下凡。小女子特别喜欢的诗词，尤其是那首《赠晚清》，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，这是何等的意境啊！还有那首《江城子》，会挽雕弓如满月，西北望，射天狼。听说那位公子才20岁不到，不知道他怎么写出如此磅礴大气的诗词。真的好想见见那位公子啊！你们想见的那位公子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啊！好了，别说了，有什么好笑的，定公？小女子见过各位公子。公子，这位是柳诗雅姑娘，醉仙楼4大花魁之一，诗词。前几日南枝姐姐画了一幅画，画的是黄鹤楼。今日小女子托南枝姐姐的嘱咐，想让各位公子在画上题诗一首，不知哪位公子可愿意题诗？题诗？那岂不是又到了我擅长的领域？柳姑娘，题诗可有什么好处？各位公子能来这里消遣，自然也是不差钱的。倘若谁能题诗一首，我与南烟姐姐亲自作陪。2个花魁作陪，就算只是陪酒，也够我吹嘘一辈子了。可惜我的水平，只怕入不了柳姑娘的眼啊。姑娘，可否让我一试？公子请上台，不知公子贵姓？在下吴郡陆氏陆允书。吴郡陆氏那可是江南那边的千年世家，辉煌到现在一直没有落寞过。看来这陆公子怕是要抱得美人归了啊！陆公子，请题诗。春明黄鹤起雁开，风雨惊从海上来。雀讶阴晴无定局，水波飞撼吕仙台。好诗，好诗，确实是难得的好诗。可还有人愿意上台一试？我来试试。赵宏伟，陆兄这诗虽好，但不得其意，不得其神。来，为兄给你打个样：一拳捶碎黄鹤楼，一脚踢翻鹦鹉洲。有义气时消义气，不风流处也风流。这哥们在干什么？虽然后面2句可以，但前面2句写的什么东西？黄鹤仙人上九天，五云楼阁自年年。疏疏篱落芭蕉雨，脉脉江门杨柳烟。樽酒壮怀天地外，片帆归兴白鸥前。长江万里乾坤夜，惶恐芳魂一醉眠。的确是好诗，好诗，不愧是长安小诗仙，万人瞩目，这才是我的常态。李景安，要不是李景安，打不过老子还躲不过吗？这都是些什么垃圾，还不如我大哥写的诗好。这个憨憨，李景安，这个人怎么这么阴魂不散？这位公子说你大哥做的诗比这首还好，不知道你大哥是哪位？这位就是我大哥，在诗会上做出《江城子》还有《赠晚清》的人。这位公子，你说他是李景安？诗会上那个碾压群雄的李景安？我伺候的竟然是我的偶像！在下李景安。哥，还差一句，你应该说在下李景安，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。我靠，
别搞我，大哥，简直是欺人太甚！人家可是诗会头魁，诗会上连写3首绝世好诗，李景安这人简直是怪物！我现在走还来得及吗？李景安就是他把弟弟废了，又抢走了我的风头。李公子，您可否愿意题诗？小女子与姐姐必然重谢。只要他愿意题诗，至少也是一篇佳作，甚至是一篇流芳百世的佳作。何人在此题诗？是南芷、青寻、苏念姑娘。天啊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4大花魁全部出来了。小女子南芷，小女子青寻，小女苏念，见过李公子。姑娘们不必如此，我也只不过是普通人，只是妙手偶得之，写下几篇诗词，不必如此抬高在下。李公子谦虚了，您的每一首诗词我们姐妹都知道，这可不是什么妙手偶得之。李公子大才，小女子敬佩。是啊，李公子，您就不必谦虚，您的才华，我们姐妹几个是拍马也追不上。李公子大才，今日一见，小女子此生无憾了。其实这些诗词都是俺抄的，过奖过奖。所以李公子，您可愿意给这幅黄鹤楼图题诗一首呢？我们姐妹4人当以重谢。不知道4位姑娘怎么感谢我大哥？是以身相许吗？是吗，娘子们？那就试一试吧。可恶，我等苦苦求见都难得花魁青睐，他们倒好，肆意调笑，当真是艳福不浅。以李公子的才华，所谓的试试，必然又是一首流芳百世的佳作。在下作诗有一习惯，不知李公子有何要求，尽管说来，我们姐妹4个定当满足。我需要诗雅姑娘为我研墨，南芷姑娘为我铺纸，青寻姑娘为我弹曲，苏念姑娘为我亲香。好狂妄，要开始了，恐怕赵宏伟这小诗仙的名号就要保不住了。大哥牛逼，大哥威武！李公子，这些要求我们姐妹都答应了。什么？这么狂妄的要求，居然真的答应了？有意见的大可以上来试一试。那还是不了，我几斤几两，我心里还是有数的。李景安，你还真是好福气，就连我都没这待遇。李公子，请。好香，好软啊！不对，我要写诗。昔人已乘黄鹤去，此地空余黄鹤楼。黄鹤一去不复返，白云千载空悠悠。晴川泠泠汉阳树，芳草萋萋鹦鹉洲。日暮乡关何处是？烟崩江上使人愁。这是大哥牛逼！天啊，我见证了一首足以流芳百世的诗出世。多谢李公子题诗。客气。为什么？赵宏伟，心高气傲是你最大的缺点，要怪就怪你爹吧。你赵无望不是想弄死我吗？行，我不只是要废了你的小儿子，我还要废了你的大儿子。李公子，可否去小女子房中一叙？什么？天哪！4大花魁不是只卖艺不卖身吗？这诗雅姑娘竟然主动拦住李景安，该不会……李公子莫要误会，小女子自幼饱读诗书，对诗词特别感兴趣。小女子只是想邀请公子谈论诗词，并无其他意思。就只是谈论诗词而已吗？啊，柳姑娘，就只是讨论诗词的话，我大哥他不乐意呀。柳姑娘，在下并不是那个意思，在下今日还有事，不如改天再拜访，到时一定与姑娘讨论诗词。那小女子们就恭候李公子下次来拜访。一定。只恨出身勾栏，身份地位相差悬殊。难得出场的4大花魁都走了，人家是来见李景安的，我们只是跟着沾光瞧上一眼。人比人气死人啊！肯定是里面那帮人在背后骂我，骂得还挺脏。景安兄，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？大哥，依我看，倒不如趁现在，咱们几兄弟直接追上去，废了那赵宏伟。那可是赵无望的嫡子，人前打击他一下就行了。如果现在废了他，所有人都会怀疑我们的。毕竟
我们在醉仙楼和他起过冲突。景安兄说的没错，此事不可鲁莽，就算要报复，也要有我们不在场的证据。也对，赵无望报复景安就是雇人行凶，所以不能亲自动手，容易落下把柄。无碍，今天的打击足他又阴谋阵子了。啥是阴谋？以你的智商，我很难跟你解释啊。好，好，好，就你最聪明，大诗人。为什么一个纨绔了10几年的人，才华突然就能碾压我？该死的李景安，现在太子殿下也不待见我了。醉仙楼那4大花魁还搞区别对待，瞎了你的狗眼，敢撞本世子！贵人，我没有撞你啊！老不死的还敢顶嘴！今天爷爷就送你去死！贵人饶命！贵人饶命！快看，打人了！在哪儿？在哪儿？没有呼吸了，我杀人了！爷爷！前边怎么围了那么多人？走，去看看。这发生什么事了？刚刚有人把这个老乞丐打死了，那人看起来像个富家少爷。可怜这小妮儿啊，唯一的爷爷也被人打死了。恐怕对这个老乞丐痛下杀手的是赵宏伟。他的这个畜生，诗词输给大哥就拿百姓撒气。几位公子认识行凶的人？半个时辰前，我大哥在醉仙楼坐实碾压了他，他气不过就拿百姓撒气。畜生，自己不如别人还拿百姓撒气，走天谴的王八蛋！爷爷。小妹妹，你爷爷他……爷爷，甜甜刚刚找到一个可以喝水的水井，爷爷你快醒醒，甜甜怕。要不是我今天在醉仙楼打击到赵宏伟，那畜生又怎么会拿着可怜的爷孙俩撒气？多可怜的孩子，多么懂事的孩子，这世道怎么如此不公？景安兄，这孩子也可怜，说到头也是咱们连累了他，将老人家先送到义庄，明天找个好一点的风水宝地，风光大葬。好，我这就叫人去办。我一定会让这赵雄伟付出代价，为这可怜的爷孙俩讨回个公道。少爷，您这是……他爷爷被赵宏伟打死了，现在无家可归。你先将这孩子抱到你房间睡一夜，后面少爷再给你换新的被褥。好，爷爷。大清早就听到哭声了，可怜的华啊！好了，哥哥在，不哭。哥哥，我爷爷呢？你先洗漱一下，然后再好好吃饭。等一下，哥哥就带你去看爷爷，好不好？好。秀禾，带他去洗漱。好。木西，你说世道为何如此？少爷，这世道就是如此，底层老百姓的命根本不值钱。你知道吗？告诉你一个秘密。少爷，什么秘密？少爷，我前世在另一个世界。那少爷，另一个世界是怎样的？那里人人平等，那里车水马龙，有的人住的房子比天上的云还高。如果想念对方了，我们可以打电话。对了，你应该不知道电话是什么，就是可以瞬息万里传音的那种。如果想见对方，我们也可以乘坐飞机。飞机就是那种特别大的鸟一样，可以乘坐几百人，也能日行万里。少爷，您没有跟奴婢开玩笑吗？我们那个世界没有主仆，没有奴隶。真的有那种地方吗？那岂是仙界？是啊，相对于这个世界，那里确实算得上是仙界。我叫甜甜，今年9岁。大爹和娘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，我只有爷爷一个亲人。但是我爷爷，我知道爷爷已经被坏人打死了。哥哥之前都是在哄我的。从今天起，哥哥就是你的家人，哥哥会保护好你，不会再有人欺负你了。你以后就跟着哥哥姓李，就叫青儿。哥哥，那个打死爷爷的坏人会得到惩罚吗？会的，一定会的。把你们这里最好的裙子拿出来，本少爷要给妹妹买几件裙子。公子，您看这件裙子用的是上好的丝绸，颜色也是上好的染料。还有这件，麻烦老板娘带着妹妹去更衣。哎，好嘞。瞧瞧，这穿着多好看呢！将剩下的那件也一并打包。好嘞。
哥真好，等青儿长大了一定要报答哥哥。好，那哥哥就等青儿长大。我杀人了，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杀人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但是已经过去1天了，没有任何消息传来，那是不是没事了？是啊，我不只是赵国公的儿子，还是当今皇后的侄儿。就算犯下了滔天的罪，天家也不会允许任何声音传出来的。李景安，迟早有一天我会杀了你的。少爷，有您的信件。给我的？李公子亲戚？我好像没什么外地的朋友吧？秀禾，带青儿去休息。好的。李公子，见字如问，一别半月有余，晚清时常念之。公子大才，晚清倾慕，不知公子可有心仪之人？若公子有空，可否愿意来涿州？小女子定当尽地主之谊，好好宽待公子，以谢赠师之恩。果然还是被哥迷住了。只是这涿州离京城有2000里路，实在是有点远啊。李景安发明的马蹄铁，朕让工部连夜打造，第一批已经实施下去了。点木署的人说没有任何异常，冰块也已经在全国销售了，跟盐铁一样，由官府垄断，甚至已经出往周边小国，每年就能额外给大禹带来至少40%的收入。李景安这活狗，真是我大禹的福星啊！是啊，而且夏日炎热，这冰块能救不少人的命啊。皇后，朕打算大摆宫宴，给景娃庆功。这小子真的是帮了朕大忙。臣妾支持陛下。景安这孩子，或许就是上天派来辅佐陛下开启大禹圣圣的。陛下给景国庆功，也莫少了赏赐，否则让别人怎么看？这是自然，朕可不是抠搜的人。德顺，老奴在。你去传朕口谕，令所有文武百官明日晚上进宫赴宴。是。母后，母后，儿臣又来看你了。父皇，你也在？静陵来了。来，父皇可是有一阵子没看见你了。哼，父皇还好意思说，每天不是处理朝政，就是来母后这里。你都多久没去我那边了？好了，朕的小棉袄吃醋了，父皇的错。哼，就知道马后炮。朕明晚要给李景安办庆功宴，宴请文武百官，到时候你也来，怎么样？李景安，庆功宴，我就知道父皇最疼儿臣了。婉婷，连月说你从诗会回来后就茶饭不思，你到底怎么了？能跟为父说说吗？莫非诗会上有人欺负了你？父亲莫要多想，女儿只是身体不舒服而已。你这个样子像是身体不舒服吗？郎中也说了，你没有什么隐疾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实在是不好开口，总不能说是想男人想的吧。老爷，小姐从诗会回来后，每天都念着那李景安的诗词。连月，李景安就是最近在京城名气大噪的那个李景安。婉婷，你可是喜欢这个李景安？果然是女大不中留了，为父还以为是什么大事。婉婷你也是，就因为这些，把自己搞得如此憔悴。不是什么大事，什么意思？傻孩子，那李景安本来就是你未来的夫婿。父亲说的是什么意思？当年你娘和李景安他娘是闺中好友，给你们定下了娃娃亲。只是后来你娘生你的时候难产走了，为父当年颓废了很久，这门娃娃亲也就搁置了。原来我与他早就定下婚约了。父亲此话当真吗？还是故意骗女儿的？傻孩子，父亲怎么会骗你？为父明天就前往定国公府，说下这门亲事。好。奉圣上旨意，清河县侯李景安治兵有功，造马蹄铁有功。明日申时，宫中设庆功宴，还请李侯爷按时参加。臣遵旨。我去，还让不让活？这皇帝是闲的没事儿吗？天天派人来，连陛下都要为你设宴庆功。做得不错，没给老夫丢脸。爷爷，什么叫不错？你去京城打听一下，现在哪个没听说你孙子的大名？
简直牛逼坏了，好不好？哼，亏外面那些人还夸你是什么诗仙，讲话竟如此粗俗。这老邓，真的是祖宗保佑，我儿是越来越出息了。青儿，喜欢哪个自己去挑，哥哥给你买。谢谢哥。老板，这2只发簪多少钱？公子真识货，这一只镶嵌着林州上等的珍珠，要价12两；另外一只镶嵌的是波梭的玛瑙，要价也是12两。我都要了。拿着吧，少爷送给你们的。谢谢少爷。青儿，这2只发簪你都喜欢吗？是的，哥哥，选不出来。老板，这2只多少钱？少爷这也太偏心了。启禀陛下、皇后，今日宫宴为何公主也来了？这恐怕不符合规矩吧？卫东啊，朕今日心情大好，不与你计较，你且先坐下，等朕把话说完了再议。好的，诸位可知今天朕举办这宴会所谓何事？看陛下笑得如此高兴，想必一定有什么好事发生。是啊，一般文武百官都在场的宫宴，只有太子才有资格参加。陛下破格让公主参加，怕是有天大的喜事儿啊！哈哈哈，无望啊，你说对了，朕确实有几件喜事想告诉各位。第一件事就是皇后的病差不多痊愈了，娘娘万福金安，上天保佑，这些都是景安的功劳。臣不敢，皇后娘娘吉人自有天相，是上天保佑的。马屁精，景安就莫要谦虚了，你救了本宫的命，本宫记住你这份情了。马蹄铁的政策已经实行了，点木署的人反馈说效果很好，马蹄不会再磨损了。我大禹从此以后再也不用为战马消耗发愁了。陛下圣明，这也是景安的功劳。唉，小事一桩，居然还要当众嘉奖，不知道奖励是什么。这李景安居然解决了战马的问题。小时候这臭小子还往我家扔炮仗，现在当真是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看啊！还有一件事就是冰块，朕已经让各个郡县开始售卖了，也卖给了周边几个小国。前几日户部统计过，每年至少能为大禹多带来40%的收入，而且还能换来稀缺的战马。陛下，此话当真？魏爱卿以为朕在哄骗你不成？哈哈哈哈！太好了！魏爱卿可还要计较公主参宴的事？陛下，这一码归一码，公主参加君与臣子的宴席本来就不合规矩嘛。你还真是茅坑里的石头，又臭又硬。而这制兵术那天在朝堂上，众爱卿可都是看着李景安弄出来的，所以这份功劳还是归李景安。怎么什么事儿都让这小子占了？这还让不人活？李老将军生了个好孙子啊！定国公之福也是我大禹之福啊！陛下可莫要再夸这混账了，这混账听不得好话，会飘的。瞧瞧这说的还是人话吗？这定国公真是得了便宜还卖乖。老将军莫要谦虚了，生子当如李景安啊！这话怎么听着像骂人呢？什么叫生子当如我？景安，你要何赏赐？朕今日都允了。陛下说的是真的？君无戏言，能不能给臣一块免死金牌？他在说什么？免死金牌？那么多开国功臣都没有得到过免死金牌，这小子也太大胆了。景安是认真的吗？陛下，您刚刚说了君无戏言的。死嘴，快憋住！难怪这混账刚刚为什么问陛下说的是否真的？不愧是我孙子，坑起人来是真孙子啊！我定国公府如今要名有名，要财有财，还真的就差这混账说的免死金牌。有了免死金牌，只要不是造反，定国公府就倒不了台。陛下，此事非同小可，不可答应。免死金牌的先例一开，群臣必争相效仿。如果人人手握免死金牌，那天下威严何在？我大禹开国以来，还没有颁布过免死金牌。景安，你换一个赏赐吧。陛下，臣现在名利双收，就是这命只有一条。万一哪天陛下要是不开心的，想把臣砍了，臣上哪儿说理去？说的是什么混账话？朕心情不好就会砍了你吗？你把朕当什么了？那陛下还是别赏赐了吧，臣啥也不缺。大胆数死！陛下赏赐，你居然敢拒绝！老头儿，我没有拒绝啊，只是我想要的
陛下不给啊？这小子鬼精鬼精的。陈爷爷、池爷爷，你们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吗？有道理，不像这个老杂毛，满口胡言乱语，说什么你拒绝陛下赏赐。对，没错，陛下，此事万万不可，这会影响朝堂动荡，会影响江山社稷的。陛下，不如这样，臣也不要什么免死金牌，只是往后臣如果犯了什么错，还望陛下可以看在这些功劳上，免臣一死。庶子无耻，这与要免死金牌有何异？老头，这能一样吗？免死金牌可以给别人用，我只是让陛下留我一命，这能一样吗？让你多读点书，你说你要养猪，混账！连国公大人都敢骂，你眼里可还有礼法？可还有长幼尊卑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汪！这是说他在狗叫的意思吗？你怎敢如此？这可是朝堂上，你竟敢如此羞辱老夫！我什么时候羞辱少卿大人了？刚才确实没听清啊。不如少卿大人再叫2声。再叫2声，那不就是斗狗吗？哇，这么夸张啊！不知道你那个小太监儿子看到你这样，会如何感想？来人，将大理寺少卿抬下去，再请御医过来。遵旨。景安，你这个要求朕答应了。多谢陛下。免死金牌果然不是那么好拿的。景安，朕听说你最近又新做了几首诗词，那江城子、黄鹤楼都是佳作。你看今日宴会上文武百官都在，要不你做一首诗助助兴？啊，我吗？这李景安虽然讲话气死人，但诗词做的是真好啊，每一首都是流芳百世。李景安不仅给那个卢婉清写诗，他居然还去青楼给花魁写诗，恶心死了。是啊，景安，你的才华横溢，正好今晚大家都在，不如就作诗一首，这传到后世也是一桩美谈啊。不知陛下想让臣做什么诗词？父皇，李景安在诗会上给那个卢婉清写了一首诗，儿臣也想要。李景安，那今日你就给静陵公主写一首诗，写得好，朕重重有赏；但要写得不好，朕非把你屁股打破。听说了没？前段时间陛下和皇后想将静陵公主下嫁给李景安，但是那件事没有后文了。现在又是什么情况？我给别人写一首诗，这一家3口就不乐意了，变着法子找回场子呢。笔来，墨来。景安，你不是要写诗吗？这李景安怎么喝起酒来了？他又去抢池国公的酒了。景安，这是何意？陛下有所不知，臣不喝酒就写不出诗。还有这种事？当时你做出赠凌霄阁24功臣的时候，也没喝酒啊。那只是正常发挥。今日我要做的是千古绝唱。什么？千古绝唱？难道比之前做的诗词还要厉害？诸位且耐心等待。嘿，这小子连俺老臣的酒都敢抢。将这桌子给我拿到殿外。做个诗搞这么多名堂。李景安，我倒要看看你要为本公主做出什么千古绝唱来。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好像还不错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？他，莫非真的是谪仙人？转朱阁，低绮户，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？妈妈，爷爷，我想你们了，但是我回不去了。为什么看他流泪，我也会喘不过气来，就好像能感受到他的痛苦一样，好想抱抱他，但是我不能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李景安，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？我怎么突然就到床上来了？少爷，你醒了，要不要喝水？来，少爷，喝口水润润嗓子。哥哥，你好厉害啊！又写了一首特别厉害的诗词，现在整个京城都在夸哥哥是醉酒诗仙呢。要不是皇帝老登逼我，就凭这首《水调歌头》，我肯定又能多泡一个妞。秀赫，帮我去打盆水来，我想洗漱。少爷，奴婢去给您打水。哼，这是李景安给我写的。公主，这纨绔当真是谪仙下凡，连这等诗词都能写出来。古往今来，怕是只有当年的曹子建
才能得压一头吧？秀月，不许你说他是纨绔，他是诗仙，是天上下凡的谪仙，连父皇母后都说他是上天派来的福星。完了完了，公主这是彻底栽了。不过李景安这纨绔倒有几分本事，公主喜欢他，貌似不是什么坏事。李公子当真是谪仙，就好比这句高处不胜寒，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，这当真是凡人能写出来的吗？姐妹们，不如我们把这首词编曲唱出来，这样李公子的词会有更多人知道，而我们醉仙楼也会名声大噪，两全其美。南枝姐姐的主意真好。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感谢大家。好，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听说了没？明月几时有那首唱词是定国公的孙子李景安写的。李景安，我知道，就连我家老爷子都喜欢唱上两句。宏伟，你从小就聪明，怎么这一次如此意气用事，当街行凶杀人？你知道今日朝堂上多少人弹劾为父吗？父亲，我诗会和醉仙楼发生的事，为父也知道了。为父知道你也是想替严初报仇，只是下次莫要意气用事，至少不要当街行凶。有些事情可以交给别人去做。交给别人去做？对，有些事情为父不好做，但天塌下来了，有为父在。难道上次李景安被马车撞的事是父亲大人？定国公上次为这事儿已经见过陛下了，虽然没有留下什么把柄，但老夫不好再出手了，否则被抓到把柄，恐怕就是陛下也不会偏袒了。但如果是你，宏伟，就算你被抓到把柄，那也是小辈之间的事儿，老夫能保得住你。父亲放心，我一定会让李景安为弟弟的腿付出代价。少爷，这个力道怎么样？力道再重一点点就刚刚好。少爷，你不知道，昨天晚上醉仙楼的4位花魁将你的那首《明月几时有》编起唱了出来，现在整个长安都在谈论这首词，都在打听少爷您的名字。少爷我啊，从来不在乎这些虚名，做一些诗词，搞一些小发明，也只是想让自己的日子过得舒服一些。对了，少爷，还有，每天都有好多人带着重礼来定国公府，就是想见一下少爷，不过这些都让管家回绝了。是啊，少爷，还有一些世家小姐来拜访，也让管家回绝了。管家说是老爷的意思，可是老爷为什么这么做啊？两个小傻子，你们想想，如果定国公府接待了这些达官显贵，那让外人怎么看咱们定国公府？说我们与其他世家来往勾搭？爷爷这是看得比谁都透呢，果然人老成精了。原来是这样。混账！你说谁成精了？爷爷，您怎么来了？陛下叫你进宫一趟，你赶紧去吧。怎么又叫我进宫？拿我当德顺总管使唤呢？混账！休要胡言！爷爷，我是您最有出息的孙子啊！你要是踢坏了我，后悔药都没得吃啊！少来这一套！行行行，我走。那些老东西都羡慕我有这样的孙子，还说什么要拿他家的孙子跟我换。呸！怎么想得出来的？就他们那纨绔孙子，文不成武不就的，怎么能跟我这个宝贝孙子比？景安不必多礼了，快来坐到朕这边来。这老邓笑得贼兮兮的，总感觉不怀好意啊。景安是有大才之人，朕今天叫你来，是有个问题想问你。哦，这天底下还有陛下不懂的事情？景安是老实人，说的话朕爱听，朕也只是想听景安的意见而已。不知陛下想问何事？臣要是知道，定如实回答。前段时间李正老将军不是出兵匈奴吗？朕就一直在想一件事。哦，景安你也知道，我大禹虽然也产马匹，但产量远远比不上那些游牧民族，所以朕在想，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抵制骑兵？所以特意把我叫过来，就是问我有没有办法抵制游牧民族的铁骑。陛下，臣只是一个17岁的孩子，您能不能不要一遇到事儿就找臣？这朝堂文武百官那么多人，您不去问，何必老是为难臣呢？朕今天朝堂上也问过你说的这些文武百官了，他们推荐你说你才华横溢，应该有办法。陛下，
您说这种谎话良心痛不痛？放肆！怎么与朕说话？你就说有没有办法？办法臣有，只是需要时间。什么办法？需要多久？古往今来对抗骑兵只能用弓箭，可是弓箭对身着战甲的铁骑作用其实并不是很大。是这样，所以臣打算打造一柄斩马刀。可斩马刀军中一直有，景安，你可还有别的办法？陛下，臣要造的不是军中普通的斩马刀，而是威力更强的特制斩马刀——陌刀。它长1丈，刃4尺，柄6尺。金刚打造，需6尺以上壮汉所持。陌刀一出，人马俱碎。陌刀一出，人马俱碎。景安此话当真？陛下，臣何时欺瞒过陛下？好，景安需要什么，朕让兵部一切配合。还有，景安，你说的金刚是什么？金刚就是比铁还坚硬数倍的铁，矿石百炼成铁，铁百炼成钢。如果可以将铁炼成钢，那是不是意味着将士们盔甲也可以增加数倍防御？哟，还会举一反三了，也不是很笨啊。确实如此。只是想将铁炼成钢并非易事，需要耗费大量人力、物力、财力。打造盔甲公正量太大，不如先打造陌刀。好，李景安听旨，即日起朕封你为兵部司，负责打造陌刀。怎么还要当官啊？这兵部司每天上班得打卡签到吧？陛下，咱们先说好，臣本来就不想当官，这每日点母可别要求臣啊。臣每天要睡到自然醒的，如果没休息好，这脑子就不会转。下次陛下再找臣需要什么的时候，臣可不敢保证没有办法。你，行吧。明天去兵部报到。兵部司明天就得去上班了，好累。少爷，有刺客，小心！我操，今天要死了吗？怎么老是回家的路上遭到刺杀？这个赵无望，我揍你出门被雷劈啊！完了，BBQ 了，有没有毒啊？老天爷，别搞我啊！哥哥，你醒了！哥哥，你吓死我了！傻丫头，别哭啊，哥哥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哥哥，你骗人！你哪里有好好的？差点就……傻丫头，莫哭啊！哥哥答应过你的，还要看着你长大呢。安儿，你现在还疼不疼？都怪娘没保护好你。好了，儿子这不已经没事了吗？别担心了。滚！我怎么当年就瞎了眼嫁给你？自己儿子差点都被人杀了，你一个屁都不放，还是公爹去讨的公道。娘，我没事儿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莫担心了，我可是将来要娶7、8个老婆的。给您生一大堆的孙子，娘不在乎你将来生几个孩子，也不在乎你有没有出息，娘就希望你这一辈子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的。这句话好熟悉，上一世我妈也是这样说的。我是出车祸死的，她要是看到我那残破的身体，该有多绝望啊！安儿，不哭，娘在，现在没有人可以伤害你了。娘，你刚刚说爷爷去讨公道，什么意思？刺杀你的人已经全部被抓了，你爷爷亲自审问的，一开始还不招，还想咬舌自尽。你爷爷当着他们的面活剐了一个，剩下的人什么都招了。真猛啊！不愧是大禹军神，威武大将军。所以是谁想杀我？还能有谁？赵无望的大儿子，那小畜生为了给他弟弟报仇，买通几个死士做的这一切。居然是赵宏伟，我还以为是赵无望呢。真看不出来，这个狗东西竟然如此心狠手辣。那后来呢？爷爷知道了是怎么做的？你爷爷直接带上几10个护卫，闯进赵国公府，将赵无慌打了一顿。听说牙都打下来好几颗，又当着他的面将他小儿子的另一条腿砍了下来。什么？不是应该砍他大儿子吗？他大儿子不在家，可能是在外面避风头去了。那后面呢？皇后那边怎么说？毕竟是他亲哥哥和亲侄啊。皇后没有出面，陛下得知是赵无望大儿子派人刺杀你，也是龙颜大怒。可是你爷爷已经砍了赵无望小儿子的腿，倒也没说什么了。也就是说，这事情就这样了吗？对。爹，都怪儿子办事不力，请爹处罚。这事儿也不完全怪你，也是爹欠缺考虑了。弟弟的腿本来能好点儿，可现在另一条腿都没了。都怪我。宏伟，莫要自责，先避过这段风头，老夫定要他李景安的命。皇后莫要伤心了，此事也确实是宏伟的错。既然事情已经发生，就到此为止吧。陛下，景安不仅救了臣妾的命，还给陛下解决了不少的烦恼。臣妾只是觉得有些愧疚，一边是自己的哥哥、侄子，另一边是景安。朕知皇后贤惠，朕也警告过李老将军与无望了，莫要去想了。大哥，大哥，你怎么了？你看看俺，老子还没死呢。还有，你鼻涕能不能不要乱擦？
景安兄，我是真的没想到那赵宏伟如此歹毒。我们当时也只是想让他丢人，可从来没有想过伤他性命。就是，这畜生竟然买通死尸暗杀景安！不行，这口气必须得出。可是陛下已经发话了，此事到此为止。不过李老将军下手真黑呀，把赵典初的另一条腿砍了，还把赵无望揍了一顿。听说赵无望现在讲话都漏风。哈哈哈哈！是谁在讲老夫的坏话？见过李老将军。秦家小子，刚刚是你说老夫的坏话吧？不是的，李爷爷，晚辈只是特别崇拜您。哦，要不等下老夫带你去看看那个刺客的下场？不用了，李爷爷，我想起来我还有事儿，先告辞了。秦川，你等等我。这两个二货，哼，你小子还笑得出来？差点连命都没有了。爷爷可莫要胡说啊！算命的都说孙子是有大富大贵的命格，将来肯定长命百岁。又说一些混账话。怎么样，身体好些了没有？已经没什么大碍了，太医说只不过需要静养一段时间。那就好。爷爷就没有什么想对孙儿说的吗？说啥？有什么好说的？多谢爷爷为孙儿打抱不平。你以为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吗？你想得太天真了。那赵无恙不是什么心胸宽广的人，我当着他的面砍了他儿子的腿，他肯定还会报复的。这些孙儿自然知道，只是有件事还是想麻烦爷爷。哦，什么事儿？爷爷，你看孙儿老是被刺杀，你就没想过给孙儿身边安排几个身手了得的高手吗？你知道秦爷爷、池爷爷还有陈爷他们多稀罕孙儿吗？你要是不珍惜，我可就改姓了啊！混账，说的什么话？你要是敢改姓，老夫也将你活剐了！不，孙儿不改姓，只是爷爷，孙儿身边真的缺人，尤其是高手的那种。老夫也知道这一点。昨日老夫去了军营，叫了几个心腹来定国公府了。等你伤好了，他们就负责专门保护你。厉不厉害？是不是高手？每一位都能抵10余人，尤其是带头的那个，曾经是老夫的侍卫之一，战场上20-30人进不得身。我操，这么牛逼，20-30人进不得身？是的，就是这么厉害。我操，这老登能猜到我心里想什么？皇帝与皇后给我送东西很正常，但是这静陵公主抽哪门子风，给我送这么多药材，寡然无味，我这几天都快吃吐了。少爷，这可是几10年的野山参，特别珍贵的。对了，他娘还没有完全痊愈。木樨，你等下跟管家去库房拿上一些好药材，这样你娘的病也好得快。少爷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觉得这半根人参丢在地上有些浪费。这玩意儿少爷都吃吐了，你跟管家去拿上几根，不妨事。好，谢谢少爷。意外？景安出现什么意外？赵无望的大儿子派人刺杀景安，他被一箭射中胸口，差点没命，到现在还在卧床。
这个小畜生，胆子居然这么大，敢刺杀我未来的女婿！我现在就去赵国公府，把这畜生的腿打断。不用去了，赵无望小儿子的腿已经被老夫砍下来了。不是赵望大儿子刺杀的李景安吗？当时赵无望大儿子不在家，老夫只能砍他小儿子的腿。娘，你身边的这位大叔是？我这未来女婿还蛮不错啊，人长得白白净净，治好了皇后，还发明了制兵术马蹄铁，文才更不用说，京城诗仙嘛。大叔，咱能不能好好的说话？我的安儿又胡说八道什么？他是清河崔家的家主，也是你世交家的伯父，快叫伯父。景安见过伯父。景安，说到底这也是爷儿俩第一次见面，伯父也没什么见面礼，这钱你就拿着吧。这老崔真性情啊！我操，100万两！我这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大数额的银票。虽然定国公府也拿得出来，但不可能给我花啊！怎么，景安可是觉得这见面礼轻了？伯父来得匆忙，身上也没带什么值钱的玩意儿，莫怪啊！这可是100万两啊！你知道这对于一个20岁不到的孩子来说是一种多大的诱惑吗？伯父，亲伯父，爹，亲爹，我给您磕头了！你看，你看，现在就喊爹了，好女婿！景安，好大儿，别乱动，会扯到伤口的。安儿这是已经答应了，我还担心这孩子有什么芥蒂，不愿自己的婚约被长辈约束。看来是我多想了。安儿，既然你已经改口喊爹了，那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。等你伤好了就成婚吧。对，等安儿伤好了就成婚。啥？成婚？成什么婚？景安，你刚刚不是已经喊爹了吗？怎么突然就变卦了？啥？安儿，你伯父想把女儿婉婷嫁给你。我去，小爷我都没见过他，万一长得跟张飞似的，浓眉大眼还带胸毛怎么办？想拿钱砸我，没门儿！伯父，这个见面礼我还是不要了。刚刚还喊我爹，怎么翻脸比翻书还快？景安，是这点见面礼不够吗？哎呦，伯父来得匆忙，要不这样，回头伯父再喊人送些过来。你喜欢字画还是古董啊？缺钱花吗？要不伯父给你先送几百两过来。安儿，你这是有什么顾虑吗？婉婷也是一个好姑娘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又知书达理，善解人意。当时在诗会上，她可是对你一见倾心，以至于回清河后茶不思饭不想，还大病一场。见过我，在诗会上。是啊，景安，婚姻大事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不管你将来纳不纳妾，正妻都只能是婉婷。这是我与你爹还有你爷爷都商量过的。娘，我都没见过你说的这个什么婉婷，万一我与她性格合不来，将来在一起相看两厌，也是耽误了彼此。你好歹给我们一些时间相处看看啊。景安说的也有几分道理，不如这样，找个时间让俩孩子见一面，相处一段时间再说。可是景安现在的伤，估计还要一段时间才能好。无碍，这样吧，我让婉婷来国公府住上一段时间，这样也可以让俩孩子多了解一下对方。这办法好，那就这样决定了。正好我也想见见婉婷。算了，到时候随便打发一下，说俩人不合适好了。父亲，真的要景安娶崔家主的女儿吗？这样会不会引得别人非议？当初我与嫣儿成亲，朝堂上就传出我们定国公府与世家联姻居心叵测。如今景安要娶的可是崔家家主的女儿，真不敢想那些言官会怎么说我们。嘴巴长别人身上，你管别人说什么？我倒不是在意别人说什么，只是担心陛下那边会有意见。本来我们国公府在一众武将里已经是权势滔天了，如今又与崔家嫡系联姻，就怕陛下觉得我们有异心啊。怕什么？陛下自己不也是世家出身吗？可是老夫心里有数，你就别瞎操心了。好吧。云想衣裳花想容，小姐小姐，李公子回信了。他回了什么？赠晚清其二，云中谁寄锦书来？雁字回时，月满西楼。花自飘零水自流，一种相思，两处闲愁。此情无计可消除，才下眉头，却上心头。花自飘零水自流，此情无计可消除，才下眉头，又上心头。小姐，李公子又送你一首词了。最近一段时间，怎么很少见青儿那丫头？她每天在做什么？少爷，青儿她最近跟着陈护卫在习武呢。习武？哪个陈护卫？就是老爷从军营里给少爷您挑的护卫啊。青儿这丫头好端端的，为什么习武？不过爷爷说那个护卫很厉害，在战场上20-30人都近不了他身，我倒要看看这人到底是什么样的。木心，
你去把这个陈护卫与青儿一起喊来。好。哥哥，你能下床啦？是啊。在下陈虎，见过少爷。你就是爷爷派给我的贴身护卫？是，少爷。陈后卫不必多礼。听爷爷说，你很能打，战场上20-30人都近不得你身。是，少爷。在下16岁就跟随将军四处征战，经历大大小小上百场的战役，才练就了这一身杀敌本领。虽然体型看着不算特别突出，但战场最能锻炼人，能活下来的都不简单。听爷爷说，还有10几个兄弟跟着你一起来的。是的，少爷，这些人都是我的手下，信得过。你们军饷多少？在下每个月俸禄30两银子，我这些兄弟每个月15两到20两左右。让你们来当我的护卫，确实屈才了些。这样吧，你与你这些兄弟的俸禄，我另外加1倍。多谢少爷。青儿，你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跟着陈虎习武？我想练武，做最厉害的高手，这样就能保护好哥哥了。我已经失去爷爷了，我就只剩下哥哥了。傻丫头，哥哥不需要你保护，哥哥这次只是大意了，没有闪。哥哥就希望你快快乐乐的长大，将来就算没什么成就也无妨。哥哥养你一辈子。我将来一定要成为话本里说的那种江湖高手，保护哥哥。好啊，卢婉清，我把你送回涿州老宅，就是想让你安分点儿，没想到你还跟那个李景安有书信往来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们把小姐给我看好了，不准她踏出卢府半步。父亲，您不能这样。我卢家与李家是政敌，婉清，你跟李景安来往，是想害了我们卢家吗？少爷，您最近几天怎么了？是有什么事让你不开心吗？少爷，我失恋了。涿州距离长安2000里，书信最多半个月就能到，可我到现在都没收到卢婉清的回信。小姐，这就是定国公府吗？好像也不怎么样啊，还没有我们崔家的府门大气。连月，休要乱言，要是被别人听去了，会招来麻烦的。不知小姐找谁？小的好去禀报。我是清河崔氏嫡女崔婉婷，前来拜访定国公和李夫人。不知是崔家大小姐驾到，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还请大小姐恕罪。还请麻烦小哥去禀报一声。小的这就去禀报，还请大小姐在此等候片刻。你是婉婷？是的，您就是姨母吗？像，太像了，就好像跟你娘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，长得真好看。姨母，哎，好孩子，走，跟姨母进去聊。婉婷，见过定国公。第一次见面，老夫也没什么好东西，此物是老夫平定荆楚所得，就送与你了。定国公当年平定荆楚战乱，整个大禹可是都知晓这位军神的存在。婷儿，你就收下吧，长者赐不可辞，咱们本来就是一家人。多谢定国公。这就对了，在定国公府上就不要表现你们世家那些繁文缛节了。看看喜不喜欢？这是当年老夫平定荆楚，在叛贼的藏宝阁里找到的，本来是一对，陛下要走了一只，送给了静灵公主，剩下的一只，老夫今日赠与你。多谢定国公抬爱，只是此物太过珍贵，婉婷受之不起。这可不是普通羊脂玉镯，这是江南地区的8大宝物之一，世间罕见，太贵重了。老夫送出去的东西，可没有收回来的道理。那婉婷就多谢定国公了。你也莫喊定国公了，听着生分，你是嫣儿的世侄女，又与景安同辈。老夫与你父亲聊过你和景安的事，老夫也很赞同你们2个年轻人，所以以后你也喊爷爷吧。是，爷爷。夫人。娘，你来了，随便坐啊。景安，快起来，你看谁来了？有客人来了啊，桌子上有葡萄，自己吃啊。婷儿，别在意，这小兔崽子平时不是这样的，最近几天不知道又抽什么风，等我去教训他一下。姨母，我没关系的。你是一点面子都不给你老娘，快看看是谁来了。
娘，疼！好，我看，好漂亮。不过我不认识她。娘，这位是？这是你世伯的女儿婉婷。婉婷，见过景安兄长。这就是上次崔伯父来的时候你们讨论的那个婉婷。好好说话，人家婷儿都不好意思了。好，娘，我知道了。婷儿，那你与景安好好聊聊，我就去吩咐下人准备晚饭了哈。那个，你说你在诗会上见过我，可是我怎么没有一点印象啊？你还好意思说？你当时跟着卢家的大小姐在台上卿卿我我，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为她写诗，你知不知道我家小姐当时就被你气哭了？连月，你不要乱说了。小姐，我哪里乱说了？明明就是那样。原来是这样啊，实在是抱歉哈。你要是一开始跟我打招呼的话，我或许就跟你在一起参加诗会了，因为当时在场的人我都不认识。那婉婷要是早一些与景安兄相认，那首诗是不是就是写给我的？这个嘛，婉婷与兄长开玩笑的。哼，李公子，你知道我家小姐因为你在诗会上给别的姑娘写诗又难过吗？小姐回家后不吃不喝的，还大病了一场呢。你说该怎么办？连月，你再这样我就不理你了。小姐，我说的本来就是事实啊，必须让这家伙也给你写一首诗，而且还不能比他给别人写的差，要不然怎么对得起小姐你的一片痴心嘛？好，那我就给婉婷写一首诗。兄长说的是真的吗？真的，兄长怎么会骗你？在这里等我，我现在就去书房给你写。不，婉婷也要像兄长在诗会上跟别人一样，婉婷给兄长研墨，就看着兄长写。就是，你怎么给别人写的，就要怎么给我家小姐写。能别提这事儿了吗？怎么这么记仇？再说我当时也不认识你们啊。这研墨本该是我干的活，小姐死活不让，她就是对诗会上的事耿耿于怀。好温柔，好漂亮。兄长，墨研好了。刚刚鬼上身了，不好意思啊。李公子，小姐已经把墨研好了，你想好了该写什么了吗？北方有佳人，绝世而独立，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。哼，马屁精写马屁诗，这首诗由你给别人写的好吗？又是给卢姑娘写什么云想衣裳花想容，又给静灵公主写水调歌头。连月，不要胡说了。唐僧念经呢，我写还不行吗？相见欢，赠婉婷，林花谢了春红，太匆匆。无奈超来寒雨，晚来风。胭脂泪，香留醉，几时重？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。胭脂泪，香留醉，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。没想到真写出一篇千古名绝，这下该轮到我家小姐流芳百世了，好厉害！这小娘们儿真现实啊！不至于吧？写首诗怎么感动成这样？要是小姐真的跟李公子在一起了，那按规矩我也是要跟小姐一起嫁过来的。听说还要婚前替小姐试婚，看看对方身体状况如何。还有小姐每个月不方便的时候，我还要代替侍寝。别哭了好不好？你看妆容都花了。兄长，你的玉佩没放好。玉佩？我在家从来不戴玉佩啊。怎会如此？这难就是老嬷嬷教的男女之事里的那个……那个，我突然有点尿急，先去一趟茅房了哈。婉婷，姨母特地让厨房的人做了京城有名的菜肴。哎，婷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脸色怎么这么红？没有。是不是那臭小子欺负你了？是的话告诉姨母，姨母这就去为你做主。不，姨母，兄长没有欺负婉婷，可能天气太热了。是吗？那姨母叫人拿些冰块过来。景安，你的伤也差不多好了，刚好今天婉婷来了，你过会儿就带婉婷去夜市转转吧。完了，这趟怕是凶多吉少。这眼神要是不答应，他估计就要告诉我娘今天书房发生的事了。好，记得带上陈护卫他们。兄长，走吧，今天晚上你可要好好带婉婷逛逛这不夜长安，否则……好，我怕了你了，小祖宗。兄长，前面好多人啊，我们去看看吧。不对，这距离也太暧昧了吧？哇，
是猜丁谜啊，我想试试。来来来，10文钱一次机会，猜中者得100文。没带钱，那省着点花，我就带了这么一点碎银，其他的钱面额都太大了，这小肠老板找不开。哼，看不起谁？我猜是秋字。不对，不对，还是不对。不是吧，大小姐？几10次，你1次都没猜中啊？他们的题太难了，兄长，你帮婉婷报仇好不好嘛？好，那你喊一声哥哥，我就去。哥哥，等着，哥哥去给你报仇。少爷，我没零钱了，借我10文钱，等下还给你。少爷，10文钱只能猜1次啊，这够吗？够了够了，公子想猜哪个？就这个吧。那就请公子答题吧。谜底是镜子。这位公子答对了，哥哥好厉害！咦，答对了！嚯，这公子好有实力，竟然连对10题，赢了不少钱啊！妹子，过来收钱。怎么才90文钱？怎么嫌少？等着看哥怎么赢回来。好，哥哥加油！继续。这灯笼架上的灯笼都快要空了，这答题速度也太快了吧！哥哥好厉害！我很喜欢望向别处时你落在我身上的目光，你喜欢吗？这个答案是花，这个答案是牛，这个是窗户。答对了！啊，他是李景安，李景安，这不是那个诗仙吗？诗仙，诗仙！都给老娘滚开！诗仙，看看奴家，奴家这身材好生养，能给你生8个儿子。